第5期视频，我们分享边缘中低层次能波波，介于第4级之上，我们在长度上、在层次落差上、在边缘跨度上，我们做一个改变。我们来分析一下发型轮廓。第一点，我们看到的长度是在中短，在肩以上、下巴以下的长度，而且轮廓呈现一个上斜的状态。第二，它具有柔和堆积量感，看不出很明显的堆积印线痕迹，同时又保持圆润的视觉。第三，边缘有明显的层次落差，有刘海至侧屈的短到长的视觉。第四，刘海有向后的方向感。好，我们接下来开始修剪。我们先进行中心线的分区，如果说是有别的分路，也可以按照分路去分。假头模呢，我们按照标准的中心线去分，将左右两侧进行分开。中心线分好之后，我们分出侧中线，分至耳后点，将前后区域再去分开。这里我们再将头发后部区域跟前区一样，我们分出侧中线，把左右两侧头发进行分开。那我们前后区、左右区这样分好之后，我们去分出第一个区域裁剪，枕骨向前水平去划分，我们分出第一个区，向下分出第一个区。好，我们这样的分区就分好了侧中线、后部中心线，以及我们修剪第一个区的时候呢，水平地面的第一个分区。后头部我会修剪一个逐渐的由重到轻的一个层次，所以第一个区会选择分水平，然后呢去设定我们的一个长度以及重量。第一个区是最重的。再去剪的时候，先去设定一个长度，设定长度，落点会在哪里呢？在肩以上，下巴以下，所以它也是一个类似于 long bob 一个中短的一个长度不要去提拉层次，先自然垂落，完成一个线条。在去剪的过程当中反复的再一次强调，一定要去转动我们的头位，劲梳跟随我们的划分线劲梳跟随我们的划分线，视线一定要跟我们的剪切口是相接近的。想要去完成这样一个底线，你需要去注意几点：一就是你的劲梳跟我们的分线一定要保持平行；二，头发一定要自然垂落；三，你的切口跟分线也要保持平行这样才是符合你的一个出发点。剪完之后，我们将头发左右去做梳理，然后把表面头发注意看滑塞这个手法我们在之前的几集内容也有去说到过。滑塞手法剪完之后，它可以使你的底线轮廓包裹感会更强。注意看一下包裹感会更强。只要是剪到锁骨以上饽饽以下，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发型，我们都可以去使用滑塞好，这一侧我们就修剪完成了。修剪另外一侧，再一次强调，一定要把头导正之后反方向去倾倒每一次剪我都会去强调这一点，因为当我们去剪底线自然垂落的时候，这一点很关键给到你要剪的位置上，轻微的把底线这里做一点点的按压，看清楚我们的后续引导，逐渐向前去剪比如说这一片你也需要干嘛？这样导一点点回来我的视线能看到我的切口的形状，轻微的做一点点按压，这样就完成了。要注重好每一个细节要点。虽然说是一个很简单的设定底线形状，但是里边包含了
太多的一些细节啊，很多人粗心犯小毛病，就是因为细节没有做好。来，再去把表面头发梳开，滑 C， 看到底线发际线一点点的长度啊，剪掉一点点，剪内层。所以说，去完内角的一个轮廓，包裹性会更强。来，底线剪完之后，我们需要去保留我们第一层的亮感啊，不能把底线剪得过轻。过轻的话，在这个长度上会过碎，一过碎，它翻翘的概率就会大啊。要保留亮感，再去剪上去的时候，再把表面一点点的这个角，我们去抹圆就可以了。上去我们做横向的一个分区，要逐渐去建立后头部的层次，角度逐渐去提升。发片靠位，2靠1，3靠2，4靠3。之后我们还需要以斜向后的方式向前去做提拉，去收圆，去收角啊。先去做向前流向，再去做向后的收窄。这里我们依然采用我们常用的小发束啊，小发束可以带来一定的流向以及我们剪切口的柔和。以下面长度啊，把下面这个长度呢，这个角抹掉一点点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斜向的去分。来，注意看细节啊，2靠1，这里我会去剪掉下区的最上边的一点点角。来，第二刀我们逐渐向上去做提升。它是一个逐渐提升的过程啊，可以看到层次慢慢的被剪起来。剪2片之后，还是一样，头位微微的转一下，把外侧头发我们挂起来。我们找到刚才的第2片，以它为引导，所以说第3片靠在第2片。来，好，剪完之后去观察，没有问题，好吧？下一片，我们的靠位要逐渐去靠，不是靠在一个点啊，否则呢，外侧就会放得过长。看到我们剪切口啊，清晰的看到，依然是上长下短，只不过呢，它会逐渐提升的方式，可以让剪切口变得更加圆润。当这个层次面更加圆润的时候，它这个切口的一个覆盖力它就会越强，表面它不会产生很明显的重量痕迹啊，会更加的柔和。这个点呢，这是修剪这一款头发一个要点啊，剪切口的逐渐的提升。来，避免外侧剪短啊，你需要向后面去带。所以说这个头发要先向后，之后再向前啊，先去做这样的流向，再去做内部向后的流向，好吗？好，看一下。它有点像放长版的什么 G-Bob 啊，放长版的 G-Bob。表面这个区啊，所以说这个头发就分了3层：一、设定底线1层啊，提拉层次2层，也是在店内里面非常能受用的一款头发。注意要逐渐角度比刚才那一层呢，我们再提升，以这里长度为引导，啊，再提升一点。分线，
可能到了表面时候，它就已经接近水平了，啊，已经接近水平了。靠位还是一样的啊，都是2靠1， 3靠2。来，继续。把每一片发片都梳得比较的通顺啊，干净。好，来，最后一片，我们带向上一片。好，保持每一个剪切口的干净，这样后区第一个层次的提拉就完成了啊。先完成第一个层次的提拉，之后我另一边剪好，再去剪向后的一个层次。来，这一侧分线，我们先把方向输出来，横向的去分出第一个区，把另一侧找出来，我们去做引导。这个也是左右两侧剪对称的一个因素啊。我们两片发片的靠位都是在中心线这里啊，所以说引导它必须是一样的。你如果出现偏差，中间可能会有点小误差。好，我们分出另外一侧这个长度以及底下的引导，斜向的去分。在去剪的过程当中，提醒一下，一定要保留住我们底线的厚实度，只允许去上面一点点的角。如果说你把底下的层次修剪过多修剪过多，底线会很轻。这个长度切记不要剪得过碎，底线过轻不然会过于的底线过于的毛。底线越轻，它出现翻翘的不规则的概率就会越大越往上角度要逐渐去提升，去制造一个这样的层次注意发片的靠位是2带1 3带22带1 3带2的靠位的方式。好，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同一个高度上，我们去检查看长度的一致性来，最后一片避免外侧剪得过轻过短，我们依然要向后去带，角度适当的去压低一点点但是也不能压得过低，不然它切口的流向感就会很弱。来，我们检查一下检查一下，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依然要分出另外一侧要分出另外一侧，在同一个高度上，它们的层次落点必须要一样，角度也是要逐渐提升逐渐向上去分。我还是要把另外一侧分出来。可能越接近表面，角度就会越接近水平了。这个是既可以保留了我们下区的想要表达的重量又可以制造接近表面的层次的柔和度。来，继续拉起来还是找到上面为引导，所以引导线都是一样的
都是连接起来的，从一个线条到重的堆积到表面，整个的层次都是连接起来的。你看，都是连接起来的。整个纵向拿起来去看，它都是逐渐提拉、逐渐连接起来的这样的就可以了。我们将头发都向后去梳向后去梳，斜向后去分。注意分的高度已经接近这个转角了，因为我们要保留一下底线的长度以及厚度，也不要分太低。来，跟随这个分线看到没有？跟随这个分线，角度在哪里呢？在水平的位置在水平的位置拉起来，减掉1公分左右的长度。把外侧最长的角给剪掉，剪完之后我们去看，它会偏圆润会偏圆润，但依然是后面短前面长，看到没有？因为分线高低不一样，你不要去找这个为引导，这样去剪这么短当然你也不会这么去操作，要保留底线长度，这个角去抹掉。来，我们继续向后，我们去分。拉到水平的位置1公分左右，表面这里也是去磨角也是去磨角，同样去的长度都是一样。我们去看这个角度，比刚才剪结构的角度会略高一点点会略高一点点。逐渐提升的过程，让后头部得到自然圆润的剪切口并且形状它是不能过宽的来，我们另外一侧，先将头发都向后去梳，分的厚度已经接近这个转角，不要分得太低。分高的原因是要保留住底线的长度以及厚度，不要把底线剪得过多。提拉角度我们是在水平，去的长度是在1公分左右1公分左右。去的多了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形状及流向，以及还会影响到底线的厚薄度。来，第二片同样我们拉到水平，去的长度也是接近的。顶上这里我们直接拉起来，看到没有？也是在1公分左右，直接拉起来1公分左右，完成一个去角的动作。中心线这一片我们交叉刚好左右交叉，检查一下。相信各位看到这里已经很清楚了后面的结构的一个组成的部分，好吗？好，剪完之后我们来到前区，侧区我们先不要分区，我们先整个区域跟后面这个轮廓先去把这长度剪掉因为前区这里还要重新去剪边缘层次。来，我们先这里找到后面这个长度，直接用手夹的方式就可以完成这一步找到看到后面的引导，前面的最终长度是不会有这么长的，
因为要重新去设定前面的边缘的长度。这个步骤呢，我们只是不过做一个连接而已。这里也是一样，找到后面的底线的长度，一整个区域我们用手夹的方式就可以去完成。都顺着向下去梳。好，到前区，我们呢先分出发际线区域，去设定我们前面的长度落点。分出一层大概在2公分左右的厚度。后面这个点我们分到哪里呢？分到耳上的位置。这一步我们是需要去重新找引导所以区域不要去分得太厚。我们现在耳上的这个长度不要去碰到它，把边角长度我们去减掉，这样在侧部轮廓会形成一个前高后低的圆。再看到我们中心线这个长度，这个长度会显示在哪里呢？会在鼻子以下、下巴以上、中间的位置，我们去剪一个向后的层次落差有点距离的边缘层次。这里设定在嘴巴这里的长度。好，我们将头发2点连成一线，所以你要注意我们剪切口的角度，拉起来向前拉起来向前，注意进梳跟分线这里保持平行，拉起来这样向前，手位的摆放跟我的梳子也是摆放平行。来，第2刀，注意看，找到我们耳上这个长度，跟剪切口做一个连接过渡，把边角这个长度剪掉它。耳上长度我们去做保留形成一个有落差、有跨度的前区。这个时候注意一点进梳一定要跟分线这里保持平行，拉出来切口前短后长它是带点斜度的，只有斜度才可以慢慢的被放长后面的长度你剪得平的话，那么后面长度会剪得过多一刀不要剪太多，来继续转过来，要看清楚我们耳上的长度，也是向前，这个角度大概在45度向前继续提拉。来，看到后面这个长度去进行连接，来跟分线保持平行，每一刀少剪一点点，刚刚好看到后区长度。所以说剪完之后，前面这个边层次会被打开侧区去看它是一个圆的这样呢就可以了。我们再继续向后区分出第2片，拉到第1片的角度，我们以第1片长度这里为引导，手的斜度摆放也是一样，逐渐去降，一直连接到最后1片耳上点。把后区分开，把整个前区这里都向前去梳。来，同样的，我们都向前去做提拉，还是拉到第1片的角度。手位降低，逐渐去降。因为刘海的长度的问题它回落之后，它表面会产生层次。当我如果刘海长度设定的越长，跟我底线长度落差没有那么大，我刚才做这个环节剪完，它表面落下去，它就不会有太多的层次。
如果我刘海长度设定的越短，做刚才这个步骤，那么它回落之后，它表面的层次感会越丰富。这点你要理解。所以你的引导长度会影响到表面的层次落差。如果说你的设计是短刘海，我们这一步呢是不能去操作的。你需要单独去修剪完层次，再去剪短刘海。那么这个长度是刚刚好，它不会去影响到太多的层次。它回落之后，来注意看，看到没有？它不会太高跟我的后区是相接近的。我们看一下这个长度，这个是前区的长度，这个是后区长度注意看，这个是前区长度，这个是后区长度，它是相接近的，这样去看，所以说落差是接近的。这里我依然要去分2层去完成这个操作。如果顾客头发的发量比较少的话，那么也可以一个区域去完成。来，我们同样都是拉到第一片的，所以这个梳子拉出来摆放是前高后低，带一点点斜度的。逐渐降低，带一点点斜度的。来，梳子摆到这个切口，我再去做提拉。刚好是侧中线这里，把后区分开把后区分开，都向前去梳。所以这个梳理方式并没有按照头发的自然梳理，而是都向前去梳，因为我需要这样梳理完之后，它回落产生的层次感。如果说我不需要这样的层次感，那我就不会去选择这么去梳理头发了。那么我一定会选择什么呢？将头发都向下去梳，这个叫自然垂落。自然垂落之后再向前去带，它就不会产生刚刚的这种层次感所以根据你的选择去决定我要自然去梳理还是直接向前去梳理。我直接向前梳理，它回落之后表面必然会产生层次感。看这里是落点，跟后区是相接近的，这个是我要表达的今天的主题，好吧？堆积结合边缘。现在我们后区的向前的中低层次、向后抹圆以及前区的边缘层次结合的结构已经完成。现在还要去通过什么呢？整个去角，让前后区，让内部结构更加的流畅来，从前区开始，这里向上去提拉，不要去的过多的长度，不然会影响到你的目标的层次所以说提拉角度也不会选择向上拉得过多比水平略高一点点，只需要剪到一点点的角就可以了。你只需要你剪掉的头发它回落之后在表面形成自然的柔和状态这个是我们要的。来，边剪边去移动。好，我们去角的分缝是1点放射，我们这样去剪，来，逐渐修剪到外侧。后面的角我们是已经去过的已经去过的，我们只需要连贯到后区连贯到后区。剪到这里，我们要采用常规的手法，在前后区交叉的位置，来这样拉起来去看拉起来去看，前后区交叉的地方抹掉。所以说这个手法我们也会频繁的去使用到。抹掉，都向后去做梳理。
叫前后屈的形状过渡。发现有长短啊，都可以这样去做。来，这样去角环节呢就完成了啊。表面不要产生很明显的重量痕迹，都是这样逐渐的圆过来啊，逐渐的圆过来。后屈也是一样，逐渐圆过来。横向的也是一样，好吧？这就是中低结合边缘层次组合完成的。中心线这一片，我们可以找到另外一侧为引导，因为去角也是一样，你不要另外一边去的多，这一边又去的少，那样就不对了啊。角度提拉不要太高。前屈我们以放射的方式去分区啊，比水平略高的角度去磨角。来，这里好，前后屈的连接过渡啊，所以去角都是以大法片的方式去进行。采用我们斜向后的过渡手法，拉起来，把这个角呢一点点去抹掉，交叉啊一点点，这个也是一个检查的过程。前后屈我们都可以这样去检查。刘海向后飘，下面呢向前去走，这样一个走向。当然也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能不能把刘海剪短也是没问题的，单独区域单独考虑。这里我需要一个刘海比较偏长的向后的感觉。好，接下来我们进行吹干。在去吹干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的发型是偏长的，吹顶区我们都要逆着方向左右去拨，把顶上尽量去拨松。如果是去吹饽饽以上一些短发，我们就顺着去吹，不要把头吹得过圆。那么这个头发呢，在顶区我们要左右去拨动，让顶部稍微松一点点啊。其他区域我们正常的啊左右去拨，风朝下去吹，来进行吹干。在吹顺的过程当中，不要去带卷度，你可以带点角度，让它有点弧形面是可以的啊。因为在修饰之前，不要去做过多的造型，我们只需要把头发吹顺，带顺，能看清楚我们的一个剪裁结构啊，这样是最合适的。头发在吹顺之后得到这样一个形体，我们能看到重量，但是不能看到阴线。这就是为什么要去逐渐去提升，得到后头部的一个饱满度，轮廓形状要微微向上去扬，呈现一个前高后低啊。因为前屈都是向前去带，剪的边缘层次，所以它会出现一个像圆的前高后低，这样慢慢走下来。无论是外轮廓还是内结构都是一样，从短到长这样走下来，圆的感觉啊。我们去进行修饰，你去用点剪去点也可以，用划剪去划也可以，根据发量，根据你要的效果去选择你要的一个厚薄度。这里呢，我就用我们的点剪啊，常规点剪去做就可以了。再去修饰之后，你是从上往下去修，还是我们从下这样向上去修啊，都行。前提是能把每一个发片、每一个切口都修的是均匀一致的厚薄度啊，这个是主要的。修饰的顺序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修饰的均匀度。我们要保持同样的均匀度。在修饰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发片的厚薄度你不要分得过于的薄啊，稍微大发片一点点，分有一定的厚度啊，这样方便我们去做调亮调整。我们把顶上这里也是一样，我们拉起来看一下，发现厚的地方我们都可以进行调整。你如果说你的发片拉起来切口点的深度越深
啊，就说明你去的发量就会越多。你切口点的深度越浅，就说明你只是做了发梢一点点柔和。根据深浅度也是决定你要的一个效果。当我们的结构剪得好的情况下，修饰它是很顺畅的。你如果说结构的建立不是很好，通过修饰去让这个形变得更好，这个是不成立的啊，是需要消耗你过多的时间。整个后续修完之后，手去拨动啊，看到这种柔和度，觉得没有问题就行了。关于底线这里呢，你可以按照常规的，你看梳顺、角度降低，用非常细腻的点剪，可以把底线这里我们去点揉它啊。从顶上开始向下我们去做啊，我们顶上的去角动作是不是这么去的？当然我们去做修饰的时候也可以这么去，大家可以看到很清晰的剪切口。来向前去拉，把切口做薄。来这里也是一样。看到很清晰的剪切口，这样去拉，点剪，在转角这个地方，我们再拉起来，啊，也可以看到里面的内部结构是前短后长。来底线的位置，同样的我们拉起来看一下，再去修饰底线要注意啊。不要因为你下刀角度而让底线产生了缺口啊，所以一定要去注意。好，注意要保留住我们底线的厚实感啊，整体发型还是有质感的，不要打得过碎、过薄啊，特别是本身碰到发量不是很多的就可以了。修饰完之后，我们去吹，无论你是用9排梳还是用滚梳。我得讲一下你吹风你下的角度应该怎么去吹，分别有什么效果。你如果说是一个发片，我们这样拉起来，你的送风角度越靠近上方，吹出来之后头发的一面会偏直。你送风角度靠近中间出来，它会有点弧度。你的送风角度是在下方，等于说你再把头发朝下这样去吹，它会出现抛弧度。当然也会跟我们的发片提拉角度也有关系。你想吹得越顺越直，角度降低；你想吹抛弧线，角度适当提高啊。你想头发整个松散吹蓬，角度更高啊。一个是角度问题，一个是你的下风的角度，上、中、下啊。这个头发我只需要简单去做一个抛弧线啊，方向向前，刘海向后，后面有弧度就可以了。来。我们开始吹顺。稍微带点角度，吹一点点的弧度，发梢多停留一会儿，让发梢这里质感尽量好一点。侧去这里的角度不用过高，适当的带一点点角度就可以了。先梳顺，拉起来。我们可以向后做一个偏移，让发梢向前的方向感会多一点点。发梳子向前带，刘海向后去走，要产生面部这样的一个流向。顶部你想松散一点点，角度可以拉高。好，这是我们的第5款的发型呈现，它是建立在我们第4款发型之上，在长度上，在层次落点，在边缘跨度做了一些改变。我们通过逐渐提升的方式，让后头部保留重量，同时可以更加的圆润、自然、柔和。我们通过刘海的设定跟长度形成较大的跨度，形成前高后低、前短后长的内部自然的圆形结构，使整体更加的圆润、更加生活。好，那我们这一期的课程结束，我们下一期见，拜拜。